等一下，15 Ultra 是个什么鬼？这个产品的操作系统 XROS。各位好，马上就是新春佳节了，提前在这里祝各位新春快乐，兔年大吉。去年下半年，苹果其实是割了不少的新产品，比如那款 AR/VR 的混合现实眼镜，也包括 M2 Pro Max 芯片的 MacBook Pro。那在今年，根据前几个月的消息，苹果有可能要推出至少10款以上的新产品。也就是说，在每个季度基本上都会有新产品和我们见面，所以今天的视频我就想和你分享苹果在2023年新产品发布的路线图，那希望可以让你及早对自己的钱包做好规划，毕竟钱到用时方恨少，对不对？首先是2023年的第一季度，那刚刚在开头我也提了，苹果在2022年第4季度没有更新任何一款 Mac 产品。这其实是22年以来苹果第一次在第4季度没有更新任何 Mac 产品。那因为这一次破例呢，也导致了其实在苹果的 Mac 产品当中有很多在等待着更新的产品，所以在第一季度极有可能就是 Mac 产品线更新的一个密集期，有可能获得更新产品包括了 M2 Pro 和 Max 芯片的14、16英寸 MacBook Pro， 配备了 Mini LED 的27英寸的外接显示屏，配备 M2 Pro 芯片选项的 Mac Mini， 配备了 M2 Ultra 芯片的 Mac Pro， 以及一款全尺寸的 HomePod。 那除了最后一个 HomePod， 可以看到别的4个都是 Mac 产品线。然后在这其中呢，我其实想重点讲一下2款产品。第一款就是14、16英寸的 MacBook Pro， 想讲一讲它，其实还是主要因为它的发布时间还是没那么确定，尽管我是暂时把它放在了第一季度这里。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消息还是说苹果计划在3月份左右发布新的14、16英寸 MacBook Pro， 但是到了这周，也就是1月中旬左右的时候，DigiTimes 的一份报告说，发布的时间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延迟，尽管他们自己也并没有能够给出 MacBook Pro 新的发布时间的预期。我相信这对于很多等待这款产品的小伙伴们来说，又是一记暴击，毕竟从去年的下半年等到现在了。但是我觉得至少这款产品在上半年更新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等就只能等啦。那除了 MacBook Pro， 还有一款我想重点讲的产品就是27英寸的 Mini LED 显示器，因为这款产品我其实自己去年就一直蛮关注的。因为苹果本来的计划是在去年6月份 WWDC 的时候推出这款产品，但当时呢，由于设计上的原因，所以发布的计划是推迟到了10月份。然而苹果后来因为在整个2022年其实就一直在处理 Mac 还有相关显示器在供应链紧张上面的问题，所以大家都知道在10月份苹果也并没有推出这款显示器，所以就一直推到了今年。那希望今年在第一季度的时候能够顺利推出这款产品吧。那这款新屏幕除了用了 Mini LED 之外呢，同时它还支持 ProMotion 的高刷，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产品。讲完第一季度，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季度吧。第二季度相比第一季度的话要平淡许多，如果 MacBook Pro 不会在第二季度发布的话，那基本上就只有一款产品，也是 Mac 产品线的，那就是配备了 M2 和 M2 Pro 芯片的15.5英寸的 MacBook Air。 那现在消息是这款产品会在2023年的第一季度进入量产，然后在 WWDC 前后退出，也就是大概2023年的6月份。15.5英寸的 MacBook Air 它将会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款 Air 产品。现在的 Air 的话是屏幕在 13.6英寸，不过呢，这款尽管大了，但是它在设计上还是会采用和现在差不多的设计语言，也是有这种平边的设计，然后很大的那个触摸板，包括是全功能键的键盘，然后会有一个 MagSafe 的充电口，升级之后的扬声器系统，以及一个 1080p 的摄像头。在芯片上刚刚提到了它会有 M2 和 M2 Pro 的选项，但是并不会采用现在 MacBook Pro 上的 Mini LED 以及 ProMotion 技术。这也能理解嘛，毕竟是 Air 机型 Pro 还是要和它拉开一些差距的，不然的话 15.5 英寸的屏幕又用上了高刷和 Mini LED， 那你让这个 MacBook Pro 还怎么卖？我自己是对这款产品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去年圣诞节我出去玩背的是这款16英寸的 MacBook Pro， 所以我要带的产品的第二名就是这个
笔记本电脑。长途旅行的话，背一款 Pro 还是真的蛮重的。然后15.5英寸的 Air 在便携性上，我相信会比这款胜过不少。再加上它会使用 M2 或者 M2 Pro 的芯片，在剪辑一些用手机拍的素材的时候，我觉得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我觉得是一款更加符合我使用需求的产品。所以我也会对这款产品更关注一些。那上半年的产品讲完了，我们就看下半年的新产品吧。在讲新产品之前，我想把2款不太确定发布时间的产品放在下半年这边。第一款产品呢，其实就是那个 AR/VR 混合现实的头盔。这个产品其实苹果已经搁了好几回了，推迟了好几回了。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有希望在2023年的上半年进入量产。然后彭博社的马哥们也说，苹果是计划在春季发布会中宣布有这么一款产品，然后在6月份的 WWDC 上向开发者介绍这个产品的操作系统 XROS， 然后在秋天的时候开始正式发货。所以说就算真的在上半年宣布了产品进入了量产，但是真正发布的话也最早是下半年的事情了，所以我就把它暂时列在下半年。那第二个产品是第2代的 AirPods Max。 目前的消息啊，第2代 AirPods Max 会在2024年之前推出。那2024年之前不就是2023年下半年嘛，所以这也是我暂时把它放在这里的原因。尽管郭明基在最近说新的 AirPods Max 很有可能会到2024年的下半年才推出，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它有机会出现，我们还是有一点期待，对不对？讲完这2个不太靠谱的产品的发布时间之后，我们还是聊一聊下半年更确切的会发布的产品。首先是第3季度。其实苹果的第3季度的产品是最好预测的，因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他们的更新基本上是100%板上钉钉的事儿。那会更新的产品包括了 iPhone 15、iPhone 15 Plus、iPhone 15 Pro 和 iPhone 15 Ultra。你是不是要说了，等一下，15 Ultra 是个什么鬼？没错，根据马哥们的报道，苹果极有可能要用一个新的词 Ultra 来取代 iPhone 15的 Pro Max 版本。其实 Ultra 这个词也不新了，之前他们就用这个词来命名了高端版本的 Apple Watch Ultra， 以及 M1 芯片当中最高端版本的 M1 Ultra。那希望苹果这次除了名字改了之后，也能够在这个 Ultra 机型上真的能让它有一点和普通机型甚至 Pro 机型拉开了差距的这么一个区别，不然你光换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除了 iPhone 15，接下来要获得更新的还有 Apple Watch 9。那 Apple Watch 9也是极有可能自 Apple Watch 5以来第一次在芯片上获得升级。那其实前几代的 Apple Watch 尽管每一年它的芯片的名字都有改变，都升级了，但其实在芯片的性能上是没有变化的，它的性能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水平线上的。那这一次 Apple Watch 9能获得芯片更新的话，那就是真的是件不错的事情。不过我觉得目前最大的疑问就是苹果在去年推出的这个新的高端版 Apple Watch Ultra 是不是也能获得更新？至少说是在芯片上能够获得和 Apple Watch 9一样的更新，把芯片给换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疑问。那希望在后面一段时间里面能够看到更多相关的一些消息。第3季度基本上就是被手机和手表占据了。那第4季度的话，其实前面我也讲到了，除了2022年，苹果每年过去的22年，苹果每年都会在第4季度更新 Mac 产品线，所以理论上来说，第4季度本来也是一个很好预测的时间线，那就是他们会更新 Mac 产品。但是由于去年他们自己打破了这个传统，所以现在也不太好说了，对不对？不过我个人觉得，既然这么多 Mac 产品线需要更新，那第4季度还是很有可能被 Mac 占据着大部分更新，然后再辅以一些 iPad 的产品线。那到目前看起来，可能会获得更新的产品包括了M3 芯片的 iMac、M3 Pro 和 Max 芯片的 iMac Pro， 以及一款 iPad mini 7。那我们还是先讲一下 Mac 产品线吧。那这次有可能获得更新的是有2款 Mac 机型，其实也很明显了 ，M3 的这个 iMac 很明显就是更新了2021年发布的这个 M1 芯片的 iMac。那另一款 M3 Pro Max iMac Pro 当然就是更新了自从17年到2021年之间一直占据着这个高端一体机机型的 iMac Pro 了。
这两款的更新还是比较直接明了的。那关于 iPad 里面，为什么我只在这里列了 iPad mini 呢？主要是因为目前来看 iPad Pro 有着相对比较明确的更新时间线，那就是会在2024年发布用上 OLED 屏幕的下一代产品。那至于 iPad Air 和 iPad， 在目前我暂时没有看到这个更新的大概时间，所以个人猜测可能离它的更新还有比较长的等待时间。那 iPad mini 倒反而是在 iPad 产品线当中最有可能在2023获得更新的一款产品。尽管郭明基在最近是说，即使是 iPad mini 也有可能要推迟到2024年初才获得更新。不论怎样，只要它有更新的可能性，我还是暂时把它放在了列表里。那以上就是2023年苹果最有可能更新的产品列表。当然啦，在现阶段，因为时间还比较早，苹果的发布计划很有可能会随着一些生产或者供应链的问题而随时改变。所以我呢，在今年也会依然随时关注着这方面的消息，其实为大家做出最新、最及时以及最准确的一些消息的更新。个人其实最关注的几款产品，就是一个是27英寸的外接显示器，另外一个就是15.5英寸的 MacBook Air。当然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是每年我都会比较关注的新产品了。那不知道你在这些产品当中最关注的是哪一款或者哪几款产品呢？欢迎你在留言和弹幕分享你的想法。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